今天我要跟你们聊一个非常沉重，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。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画面？你每天努力工作，加班到深夜，省吃俭用存钱，觉得自己的生活虽然辛苦，但总算还过得去。可是某一天，老板一句话就让你收拾东西走人。打开手机，看到一堆求职信息，薪水一个比一个低，生活突然间就从还可以变成了快撑不住了。这不是我在吓唬你，这就是2025年正在发生的现实。全球经济放缓， AI 快速取代人力，大量企业转型裁员，整个社会的洗牌正在加速进行。这已经不是你努力不努力的问题了，而是你有没有站在正确的赛道上。曾经被称为铁饭碗的行业开始动摇，拿着高薪的白领也开始担心被 AI 取代。过去只要稳定打卡，听话办事就能混日子的职场人，现在正被时代无情地抛在后面。今年是关键的一年，真正的分水岭已经出现。有些人会悄悄往上爬，拥抱新机会，调整方向，实现逆袭。但是也有5类人正在无声无息地坠落深渊。他们不是不努力，也曾经过得不错，但他们忽略了一件事，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已经彻底改变了。现在的竞争不再是体力活，不再是单靠勤奋就能取胜，而是认知的竞争、资源的竞争、适应力的竞争。如果你担心自己可能是其中之一，请不要急着否认。接下来我会带你看清这5类正在快速坠落的人群，他们的共同点，他们犯的错误，还有你该怎么避免走上相同的道路。记住，2025年不是危机的开始，而是淘汰的加速期。每一个不肯改变、不愿学习的人，未来都可能成为牺牲品。而每一个看清趋势、及早转弯的人，都有机会走出另一条路。第一类，地产与互联网高薪阶层。他们曾经站在时代的风口，轻轻松松年入100万，开着豪车，喝着星巴克，出差住5星酒店，工位上放着 MacBook， 朋友圈晒着出国旅游，股票期权大涨，房价红利让他们以为这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。但他们不知道，那只是大时代给的高估值。而现在，这场幻觉正在破碎。地产行业进入去杠杆、去泡沫的深水区，开发商资金断裂，房企接连暴雷，销售岗位全线崩塌，连一线业务总监都被裁得一干二净。互联网大厂看似繁荣，实际上内部早就在裁员降本增效。AI 技术取代大量重复性岗位，曾经高薪的产品经理、初级设计师、中层管理都成了优先被优化的对象。这些人曾经以为自己是稀缺人才，却没发现自己只是站在了风口上。风停了，猪就摔死了。他们面临的困境非常明显，收入断崖式下滑，年薪100万变成待业半年，原本的消费习惯难以调整，信用卡欠款越滚越多。职业转型困难，技能高度专精，却不具备真正的跨界能力。一旦脱离原本行业，就发现自己除了高薪什么都不会。家庭压力剧增，习惯了高薪生活，一边是房贷车贷孩子学费，一边是找不到能匹配薪资的新工作，配偶开始质疑，父母暗地担心，自信心逐渐崩溃。我知道一个真实案例，林浩35岁，某大型地产公司销售总监，年薪80万，3套房，1部保时捷，朋友圈永远是红酒与高尔夫球，他以为自己这辈子稳了。直到公司突然宣布业务重组，全体裁撤，遣散费还打了6折。他投了几十封简历，连面试机会都没收到。朋友建议他转行，他摇头说，我做这行10年了，还能干什么？结果半年过去，他只能接一些零碎的咨询案，收入不到过去的1/10。他说，我不是不努力，我只是跟不上了。要避免成为这类人，第一，不要把高薪当实力，把它当运气。别让薪资的数字掩盖你的真实价值，问问自己，离开现在的行业、平台、名片，你还有什么？第二，提早学习可转移能力。不要只做岗位的机器人，
要提升通用性能力，比如商业理解力、沟通力、跨领域协作力，这些才是未来的通行证。第三，时刻更新认知，不做时代的化石。别抗拒 AI， 别拒绝学习数字技能。你不必成为工程师，但你要懂 AI 怎么影响你所在的行业，这样才知道如何应对。第四，降低生活杠杆，提升心理韧性。房贷车贷不是你身份的象征，是你自由的枷锁。适当从奢入俭，才能在风暴来临时不被一击毙命。第二类，虚假中产。他们住在城市的核心地段，开着10几万的日系车，孩子在私立学校学钢琴、补英文，生活看起来光鲜体面，朋友圈一张张照片，欧洲旅行、精致下午茶、品牌包包，让人以为他们是人生胜利组。但真相是，他们正处在悬崖边上。月收入3万，月支出3万2，靠信用卡周转，靠房贷撑场面，看似精英，实则是一场负债的伪装。他们的问题不在于赚得少，而在于从未真正拥有过资产。他们赚的是高现金流，但不会累积净资产。一场重病，一张裁员通知，就足以让他们陷入万丈深渊。更致命的是，他们太害怕撕下那张体面的面具，明明已经吃不消，却还要咬牙装得云淡风轻。李婉是一家外企的中层主管，年收入近50万，看起来衣食无忧。儿子在国际学校，每年学费20万，房贷每月还2万5，保险、车贷、兴趣班每月支出高达4万。她丈夫是自由职业者，收入不稳定。公司业务重组，李婉被裁，补偿金只够撑3个月。失业第30天，他还坐在星巴克打着笔记本发简历，装作还在开会。他不敢告诉朋友自己被裁了，更不敢告诉儿子的班主任，我们可能付不起下学期学费了。他说，我一辈子都在往上爬，现在突然掉下来了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。虚假中产的最大悲剧不是收入不够，而是从未认清自己真正的财务位置。他们拿着工资阶层的收入，却过着资产阶层的生活。要逃离这个陷阱，第一步就是放下虚荣，面对现实。你不需要在朋友圈证明什么，你需要的是现金流储备、资产配置以及真正能带来价值的技能。第二步是学会反脆弱。不要把收入来源压在一家公司、一个岗位或一种技能上，要培养多元收入的可能性，哪怕是一份兼职、一点小副业，也比一条腿走路来的安全。最后，别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，虚假的体面只会拖你下水。真正的中产阶级不是靠表象撑出来的生活方式，而是靠内核建立的生存能力。第三类，高分低能的教育幻觉者。他们是父母口中的骄傲，老师眼里的尖子生。从小习惯考试得第一，作文上过校刊，数学竞赛拿过奖状，一路靠成绩开路，进入985、211，满怀信心认为只要熬过这10几年的苦，人生就会自动好起来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他们相信，只要学历够好就会有好工作，只要成绩够优秀就会有好前途。但现实呢？当他们走出校园，发现世界根本不是这么运作的。学历只是入场券，能力、人脉、资源、表达、决断、变通才是生存的通行证。从小在条条框框里长大，他们习惯了被安排、被指挥。他们知道怎么写阅读理解，却不知道如何应对一次面试；知道如何写论文答题，却不会在会议中说服老板；知道怎样拿满分，却从没学过怎样和世界打交道。
王晨是一名来自3线小镇的寒门学子，父母是工厂工人，省吃俭用供他读书。他没有背景，没有人脉，一路靠成绩考进清华，是全家人的希望，村里的神话。毕业那年，他以为自己能进大公司，结果简历石沉大海。面试一场又一场，对方问他：你会项目管理吗？有领导经验吗？懂数据分析吗？他支支吾吾，只会说我学习能力很强，可以学。他拼尽全力考进北京，最后却留不下来。月薪7000，租住在5环外的合租房，每天通勤3个小时，像个幽灵一样挤进地铁，又默默回到出租屋。他说，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够努力，命运会照顾我。但现在我才明白，他从不眷顾谁。这个社会从来不缺会考试的人，缺的是能解决问题的人。他们擅长纸上谈兵，却不懂利益博弈，熟悉标准答案，却不知现实没有答案。要走出这场幻觉，第一步是停止自我感动。苦读10年不代表你之前学历不是护身符，是起点。别再以为自己应该被社会重视，你得先证明自己有用。第二步是转换思维模型，从怎么考高分转为怎么创造价值。思考问题不再是老师怎么教，而是市场怎么看。找工作不是我想做什么，而是我能为别人带来什么。第三步是主动拥抱现实，修补短板。提升商业思维，学会表达，建立人脉，参与实战项目，而不是把所有时间耗在理论与证书上。第四类，靠背景吃老本的权力幻影者。他们的父母是体制内的骨干，有的是老牌国企干部，有的是公务员、老师、机关领导。从小耳濡目染，他们熟悉关系的语言，也早早进入一个看似稳定的世界。大学毕业，有人直接进编制，有人靠内部推荐进入国企，表面光鲜，人人称羡。但到了2025年，这批靠背景吃老本的权力幻影者开始集体失重。他们以为只要不犯错，按部就班，就能一辈子铁饭碗混到退休。但他们没看见大厦正在悄悄倾斜。体制内的内卷越来越激烈，地方债务压力、编制压缩、岗位冻结、绩效扣减成为常态。曾经的稳定正在变成低薪、沉闷、无保障的代名词。过去吃香的父母资源也越来越无力，政策红利消退，人情办事愈发困难。在纪检监察严控下，曾经畅通无阻的后门，如今成了烫手山芋。小刘的父亲曾是市里的局级干部，给他安排了国企的中层岗位。刚进去时，人人都说他有背景，前途无量。可3年过去，国企营收连年下滑，裁员名单一波波下发，他的部门被整并，父亲也因退休失去调配权。他既没业绩，也没专业能力，更没资源变现的能力。终于，在最新一轮压缩名单里，他成了牺牲品。这类人从来不缺背景，但缺的是面对市场的能力。一旦脱离体制，他们无法创业，不会销售，不懂管理，连一份自我介绍都显得生硬。要避免成为这类人，第一步是彻底看清形势。体制不再是避风港，而是一场更深的淘汰赛。别再幻想有人能照顾你一辈子，真正靠得住的只有你自己能带来的价值与结果。第二步是主动补课，学会市场的语言。不再是汇报材料和会议纪要，而是用数据说话，用成果证明自己。懂得管理项目，经营资源，打造个人品牌，才是真正的现代能力。第三步是跳出身份依赖，建立能力自信。如果没有了标签，你还剩下什么？你能靠自己换来机会，说服别人，创造价值吗？第五类，被 AI 与自动化取代的一线技术者。他们曾是社会最踏实、最可靠的一群人，靠双手，靠经验，靠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技术，撑起了一家老小的生活。
机械维修的老师傅、印刷厂的技工、焊接班的老员工、客服中心的资深专员、银行柜员、翻译、基础设计师，他们都属于这一类。但2025年，他们正在集体陷入一场沉默的淘汰赛。过去，经验是财富，现在却可能变成了包袱。AI 技术正在飞速重构劳动力市场，自动化、机器视觉、语音识别、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正在一点点取代他们曾引以为傲的技能。老林师傅在国营印刷厂工作20年，过去靠手工调色与经验印刷吃饭，接过的客户都夸他眼准手稳。但现在一台全自动数字印刷机只需要一名操作员就能完成所有流程，色彩管理由算法精准控制，连误差都小到肉眼难辨。它被优化了，不是因为犯错，而是因为不再必要。小陈是客服主管，过去负责电话沟通与客户处理，一个人可以接待数百通电话，说话有温度，反应快，是公司的金牌客服。但当智能客服系统上线后，80%的咨询都由 AI 语音机器处理，他被降薪转岗，现在只负责 AI 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。这些人没有错，他们只是活在了一个技术迭代速度快过个人成长的时代。他们以为只要做得久就会变得稳，没想到现在的世界不再奖励资历，而是奖励升级速度。想要不被取代，第一步就是不要迷信经验，要学会升级自己。你不是一个技术工人，你是可以重构技能组合的自由人。一位转型成功的焊工大哥学会用 AI 建模软件模拟工程结构，不但提高效率，还能用 3D 模型跟客户展示方案，收入翻倍。他没抛弃老技能，而是用新科技包装了它，让自己重新变得不可替代。第二步是培养横向能力，学会与人打交道，学会销售自己。不再只是埋头做事，而是懂得包装成果，发表见解，建立人脉，这些才是 AI 难以触及的人性价值。第三步是从技能打工者转变为价值创造者。问问自己，你能不能帮公司省钱？你能不能让流程更快？你能不能提出一个可行的改善建议？当你不只是执行命令的人，而是提出解决方案的人，你就不会被淘汰。当你看到这里，说明你已经意识到风暴正在逼近。5类人的沉沦是社会结构转变下的必然，但也是我们每个人重新选择命运的机会。这个时代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它从不提前打招呼，但同时也是最公平的，因为它给每个愿意改变的人机会。不要等危机来临时才发现自己毫无准备，现在行动还不晚。记住，未来属于那些能够不断学习、不断适应、不断创造价值的人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